种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几个国家都是比较天然资源比较多的。英国啊，英国，所以我们要看它岛啊。英国有北海原油啊，然后英国那个北海里面的风力也是非常的，风力跟水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英国虽然跟我们一样是岛国，但是英国岛又比较大，然后那天然资源很多。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有时候我讲说。但不是鼓励移民啊，就是说，如果要去移民的话，加拿大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你知道吗？那地方之大的啊，人口之少的啊，那资源之丰富的啊，但是税之重的也很重，这样子哈。所以说，除了税很重之外的话，它也是一个。所以基本上，美国感觉上还在输进很多能源，但是我讲过说，美国的政策是什么？战略政策是怎么样？先把别人的用光啊，然后再用自己的。所以呢，再过10-20年，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所以你也不用把美国看成这样子。法国这些国家都比较小了，西欧这种地方就比较小了。全世界核能用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法国，比例是多少？你会吓死啊！超过2/3，大概2/3左右啊，是真的是。所以，而且他们不仅只是靠这个核能来自己用，他们怎么样？还卖电嘛，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比如说最好玩的是什么？意大利嘛，意大利号称是说他们是无核国家嘛，但他们用的电很多是核能发的电，为什么呢？他们跟法国买核能的电啊，他们自己没有那个没有核能。去年我跟一群那个瑞典的老师聊天瑞典那个国家也是天然资源很多，北欧3国，它那个天然资源很多，你知道？我才很惊讶，他们的核能也很高他们这2个最主要的能源是什么？水力能跟核能。瑞典而且我那时候下来想说瑞典这地方水力能那么多，应该是基本上就用那个，他们不是，他们那个核能还是很多。所以基本上在福岛事件之前，其实核能真的是那时候是正向的。那现在的话，真的大家要坐下好好思考一下，能源的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国家你有本钱跟人家对抗，有些国家没有本钱，对不对？化石能源你可以看得出来，刚才的化石能源，台湾可以抛弃化石能源吗？不可以了。你看那个比例，就算是那个废核的人士，他也讲说要用什么，他也承认说要用火力发电来替代核能嘛，他也知道说不可能把化石能源都弄掉嘛，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其实。火力发电也会有辐射嘛？应该有人知道了，当然有些人可能都是那个，所以基本上，当然核能的问题不在辐射，在辐射外泄之后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化石能源是，我想现在可能每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放弃。但是呢，你如果化石能源要使用的话，二氧化碳的问题又要解决。你不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吗？这几年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的问题有没有被炒得很热？最起码在台湾看到的主流媒体没有炒得很热，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炒到废核嘛，他知道废核跟二氧化碳排量减量是矛盾的嘛，所以变成说在台湾里面突然二氧化碳突然这5年突然不是问题了。你有没有那种气氛？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前几年几年前连吃素救地球这种事情都要出来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的那个牛啊，那个反刍那个动物，它会排放出很多的甲烷的那个是温室效应气体，所以连救地球都要救到吃素了那这几年突然好像救地球突然不是重点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整个我们那个主流意识，或别讲主流，就是媒体他们的整个的重点不一样，就引导到整个人民。但是呢，二氧化碳这个问题，当然二氧化碳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会讲，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现在不知道，那温室效应是好还是不好？适量就好。对啊，适量就好，不可能没有温室效应。如果没有温室效应，人类都不能生存的，因为你没有温室效应，大概我们好像算出来，好像说人类的平均温度应该是比现在要少10度，还是整个地球表面的温度会比理论值要低10几度啊。所以你没有温室效应是不可以，人是不能生活，因为整个地球温度会过低啊。所以你跟讲说。防止温室效应的那个效果加剧，然后就怎么样，而不是说什么防止温室效应。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可能在措辞上面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基本上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气体，感觉上因为大家现在的风潮在废核上面没有那么的热，但是还是永远是一个问题
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把那种希望寄托在不同的能源上面啊，氢能啊。氢能我也讲过说什么呀？氢能是曾经一段时间是，好像大家认为是那个什么，是那个救世主啊，到处是水啊，就有氢能啊。但是氢能以后我们会讲，储存运送的问题没解决是没办法了。再生能源啊，这边有人再生能，太阳能、增值能。太阳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太阳才有电，没有太阳没电嘛，对不对？然后它转换效率也不好，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制造太阳能的过程里面还是会有污染，只是大家闭着眼睛不看它而已，这样子。增值能的问题是什么样？我会讲说会排挤到粮食作物，对不对？地理环境的能源有些也是会耗尽，有些是有地理环境的影响。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能源啊，而且是这种地理环境能源，大部分都是跟需求相反的。那个能源特别多的地方，刚好是人类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呢，你在那边弄多能源之后，你还是要花很多钱把它弄到那个，比如说我们讲说洋流发电好了，你觉得台湾最好的洋流发电地方在什么地方？黑潮在什么地方？东岸啊。东岸到底住了多少人？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朝一日你实现了，你搞不好花同样的钱，把那些电再引到西岸来。然后风力发电，台湾的风力发电现在做的最好是什么？没有啦，澎湖比较好啦。对啦，那澎湖，但是呢，澎湖住了多少人？所以呢，澎湖有一些火力发电，他们有一个中屯啊。的火力那个风力发电厂，如果去澎湖玩会经过嘛哈？有没有去澎湖玩过？有中屯发电好，大概很多根嘛。然后那个我们台电是保证收购，结果收购的电都还是要经过地下电缆传到台湾来。你在澎湖本地用的根本不需要用到那些电，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它的矛盾点存在。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再生能源不是那样子的。那当然，另外一个核能就是什么呀？现在大家把目标寄放在什么样？寄放在那个核融合上面，不是才1-2个礼拜前。有一篇文章吗？说终于找到一个那个什么，它的净的能量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那个 scale 很小啊，非常小，大概顶多是几瓦这样。就是理论上核融合，这以后我们讲核融合，它可以发出它需要的电，因为核融合需要什么样？刚开始要很大的能量才促使它融合嘛。那理论上你核融合放出能量会远大于你促使它反应的能量，所以净能量是正的，但是一直到几个礼拜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理论值。你给它产生融合的能量，都还是远大于它放出的能量，代表有效率不好，是我意思吧？代表说你的有效率还是不到那个，一直到几个礼拜前才一篇新的 paper 在Science Nature 里面发表的，那个我有看，那个刚好有看到，不是看论文，是看到新闻了，看到也有那个新闻。才做出那种的，但是呢，离开怎么样？离开真的要商业化太久了，而且你不觉得如果核分裂都是一种怪物，核融合为什么不是更大的怪物？核分裂的你认为怪物是因为它会辐射嘛？所以它怪物的来源是因为辐射。核分裂是有辐射，所以说你认为它是怪物。那核融合当然没有辐射，但是你想想看，那么大的能源，你如果没有处理好会怎么样？对啊，所以说大家怎么都不会想到这种地方呢？而且那种能源是完全你没办法控制的，你知道吗？一旦那么大出去的时候，你就好像说，把一只老虎放出来，那老虎这个可能这个比例还不够低，那么大能量你创造出来，你怎么控制它？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一些规划，基本上很美好的规划，但是呢，希望看看能不能达到。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好，我们规划叫装置容量。什么叫装置容量？就是说到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某种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是一种我们未来要长久规划，希望有这么多发电的能量，但是不代表说它一定会用来发电。为什么？因为电没有那么多啊。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电啊，电就是说讲这个电哈。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电哈，电能不能储存？电是不能储存的，除非是你能把它储在电池里面，电是不能储存的。所以你的发电量要刚刚好跟你使用的电量，如果一模一样是最好，但是不可能一模一样。所以说你的发电量跟你的使用量不能相差太多。
但是你想说，它每个时间的那个使用量都不一样，它怎么调控？所以基本上在电力公司里面，他们有些同学应该已经知道这些基本的电力常识，就是他们有所谓什么机载那个什么机载的发电，机载电力跟中载跟那个什么调节的。机载就是说代表什么？我一年360天都在发电的。所以呢，比如说我台湾我估计出来，我不管怎么样，我最起码需要，比如说我需要100好了。所以有时候我这100就是365天全部都在发电。这种电力的话，用最什么？用最便宜的，而且最稳定的，因为它是一定是360天都需求的。第二个叫中载，中载就是什么？有些因为季节不一样，比如说台湾当然夏天就会用电比较特别高啊。对不对？夏天大家开冷气，比如说别的国家可能是冬天或怎么样，所以变成说你要在夏天、冬天做调整，这些东西基本上它就是指部分时间投入，有一点是尖峰调整，比如说一天里面中午特别高，那我就马上加入了。所以每个电它有需要怎么样？它有一些特性，所以你比如说你说太阳能能不能当机载电力？当然不行啊，为什么呢？你不能说今天白天有晚上没有，夏天很多冬天没有啊。所以很多发电不稳定的东西绝对不能当机载电力了，而且机载电力因为长时间要做，它也要稳定，而且价钱要便宜。然后有些东西你要马上发电的，当调节的，比如说今天如果说太阳能当调节的电力，恐怕也不太行了啊！万一我这临时那个控制室发现说啊，我今天马上要增加多少电力，它没办法。那什么东西最好？火力发电。那火力发电什么最好？天然气，天然气因为干净啊，处理比较方便，所以基本上天然气就当我们的什么调整的电力，那其他都是当辅助的。所以说这边我们讲说，历年的装置容量，然后基本上你又因为有些时候不用，所以说装置容量跟实际发电量就有个差距。所以装置容量是说我如果火力全开，我可以多少电，但是不代表说它都在发电。OK， 好，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民国40年到民国100年，我们的这个是装置容量预料，只是说它火力全开，不代表说它现在就在这么开哦。所以你看，水力发电基本上越来越少，这个很正常，因为台湾的水有越来越多是到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业上面。再生能源，这个再生能源开始慢慢有一点点小小的，核能跟什么煤矿跟油跟气。这几个还是大部分，而且这几个都是什么？我们的机载电力，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呀，核能占多少？核能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占，如果是以整个的那个什么，整个的电力来讲，占10%几。但是10%几好像说啊，那我们的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给替代掉。你要用什么替代？因为它是用来做什么呀？机载电力的，你要替代它，你要用一种可以当机载电力的能源来替代它，所以就用火力而已。不应该是不怎么可能。你可以用那种稳定性不够的再生能源来当什么？来取代核能。所以它能不能取代？可以，但它取代的绝对不是那种数字上面去讲而已。好，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讲到装置容量、发电量跟机载电力、中载力跟尖载电力的比较，这是什么样？装置就刚才那个图，刚才那个火力全开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发每个电都可以发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因为很多时候你有一些我们讲说备用容率嘛，就是比如说有些要岁修或怎么样，或突然跳电，你今天不能讲说我今天需要100的电力，那我就是建100个发电容量，不是，我一定建我们有个法定的什么备载容率。我就一定要建到说，我火力全开可以发到116，那平常16不开，为什么呢？是如果有岁修或是跳电，比如说常常这个基础跳电，那我马上要来补啊。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会不一样的原因是在这个原因。但是你会发现说，基本上为什么核能的12就变19？因为核能1年365天都开的，这边。很多东西没开，尤其是什么燃气很多没开，为什么呢？燃气比较贵，因为天然气比较干净比较贵，它有运费的问题，所以天然气是用调节电力，是需要快样的时候我才给它的，所以燃气会比较低一点。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说，核能这个它真正的发电量是占了20%，那其他的什么再生能源，你看号称有6.4%的发电量，事实上你真的在用核能的多少？
2.6再生的2.6，代表什么？有2/3的再生能是放在那边好看，所以你看到那个风车有没有每次都在转？没有啊，是因为它现在转也没有用啊，因为现在的电已经够了啊，但是你需要它转的时候，它又不能马上转，所以变成说它有很多限制。